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佛历6月下13，万象多云转阵雨，26到34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75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5基普，涨幅 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2.6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9 基普，跌幅 0.13%。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0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跌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表现平稳中略有波动，最终以小幅下跌报收。大盘开盘报 1332.40 点，盘中虽有起伏，但最终收于 1322.93 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了 4.86 点，跌幅为 0.37%。昨日市场活跃度尚可，总成交量达到了1008900股，总成交额约为 11.39 亿基普。昨日盘面上呈现出明显的个股分化态势，萨万尼表现最为抢眼，昨日大涨120基普，收盘报2990基普。老挝石油紧随其后，上涨50基普，收于2790基普。老挝电力与万象中心均实现20基普的涨幅，外贸银行则小幅上涨了10基普。老挝农业昨日跌幅最大，下跌了80基普。金融板块中，联合发展银行下跌50基普，中老证券微跌10基普，浦西开发与马哈腾分别下跌了40基普和5基普。中老证券昨日成交异常活跃，以645600股的成交量位居榜首，占全场成交总量的一半以上。外贸银行也有不俗表现，成交量达到171000股。昨日老挝股市整体呈现震荡走势，尽管大盘指数受部分权重股拖累轻微回落，但市场成交量重回100万股级别，显示出投资者参与度依然活跃，尤其是中老证券的高频换手，为市场贡献了主要的流动性。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135万7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10万2000基普，跌幅 0.2%。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5月1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3689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361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下跌500基普，跌幅 1.34%， 普通汽油价格下跌900基普，跌幅 2.61%。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教育体育部接收美国援助修缮仓库项目。5月13日，教育体育部与美国驻老大使馆举行教育物资仓库修缮项目移交仪式。该仓库始建于1970年，因设施陈旧，由美国印太司令部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注资，于2024年完成现代化改造。修缮内容涵盖屋顶及排水维修、电路升级、消防与防雷系统安装、监控布局以及标准化货架配置。教育体育部出版社社长格素达·伦萨瓦指出，该项目的落成提升了老挝教育物资的仓储管理与分配效率，对推动老挝教育事业及人力资源开发具有重要价值。2. 万象市委书记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5月12日，万象市委书记阿萨庞通西潘敦在访越期间拜会了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苏林高度评价此访对巩固老越传统友谊与特殊团结的积极意义。阿萨庞通表示，万象市致力加强与河内市、胡志明市及庆和省的务实合作，推动地方间关系走深走实。同日，代表团还拜会了越南副总理范加素，并前往胡志明主席陵墓祭扫敬献花圈。此次访问于5月11日至16日进行，旨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老越两党、两国及地方间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3. 老澳合作开发小学气候变化教学手册。5月13日，教育体育部联合澳大利亚政府在万象启动为期3天的气候变化教学手册开发研讨会。该研讨会旨在帮助小学教师将气候变化及防灾减灾知识融入日常课堂。教培司副司长佩马尼·希拉米纳强调，此举将提升学生应对气候安全风险的意识，
澳大利亚使馆一等秘书麦克卡里表示，澳方致力通过基础教育赋能青年一代应对环境与社会挑战。此前，开发团队已完成对1至5年级教材的审查，并赴琅勃拉邦实地调研绿色学校案例，确保教学资源具有实操性。该手册的推出将为老挝教育系统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标准化指导。4. 老挝警方依法向中国移交485名电诈嫌疑人。5月13日，公安部在摩丁国际口岸向中国警方正式移交了485名涉嫌电信诈骗及非法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这批嫌疑人是老挝警方于5月6日在沙湾拿吉省开展的专项行动中抓获的。当时，警方对该省7处酒店及度假村进行清剿，共查获包括中、泰、越等8个国籍在内的605名涉案人员，并缴获大量作案设备。此次移交是基于老中警察合作机制，针对电信诈骗、非法入境及非法务工等违法行为的果断打击。老挝公安部强调，将持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严打跨境犯罪，同时提醒民众警惕网络高薪陷阱，保护个人金融信息，严禁出租银行卡，呼吁房屋租赁及酒店业者积极配合警方，杜绝犯罪分子利用相关场所开展违法活动。5. 世界粮食计划署资助华潘省妇女。5月11日，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农林部向华潘省拨付 25.125 亿基普资助金，用于支持促进女性农业生产以适应气候变化项目。该项目覆盖桑代县及桑县23个村的1005户女性农户，每户获资250万基普，款项将直接投入家禽养殖、耐旱作物种植及气候风险管理培训，旨在提升弱势群体在自然灾害下的恢复力，确保2026年雨季生产有序开展。华潘省政府与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将通过技术指导与资金扶持，确保当地实现可持续的粮食自给与收入保障。6. 跛脚省公安局持续打击东鹏县电信诈骗团伙。5月12日，跛脚省公安局协同多部门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捣毁了位于东鹏县的一个电信诈骗窝点。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2名，含17名女性，涵盖多个国籍，缅甸籍44人，印度籍10人，中国籍4人及埃塞俄比亚籍4人。警方现场查获了大批用于作案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目前，警方正对涉案人员进行深挖彻查，力争全面肃清该犯罪团伙的关联势力。此次行动再次展现了老挝警方严厉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决心。7. 塞松本省集中销毁过期及走私商品。近日，塞松本省工业与贸易厅公开销毁了一批价值超过1亿基普的过期及非法进口商品。在今年3月至5月的专项检查中，执法部门抽检了97家零售及批发店，共查获49类违规物资，涉及食品、化妆品及各类饮料。这些商品因过期或缺乏合法进口手续被依法没收。目前，违规商家已被处以总计逾1亿基普的罚款。省工贸厅厅长帕托宗耶托表示，此次销毁行动旨在震慑非法贸易，保护消费者健康安全。他督促经营者务必守法经营，严把进货关，确保商品具备质量认证与清晰来源，共同维护市场秩序。8. 万象市哈塞丰县一名12岁男孩溺水失踪。5月13日下午3点半，万象市小水塔水下搜救队抵达哈塞丰县八方村至宗通村河滩，针对此前接报的儿童溺水事故展开紧急搜救。失踪者确认为一名叫比尔的12岁男孩。目前，救援人员已完成现场评估，并准备下潜搜寻。家属及社会各界均期盼失踪者能尽快被找到。关于搜救行动的具体进展，相关部门将持续跟进。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